前幾日我有個朋友咧，突然間打電話俾我，咁佢話啦，佢係一個朋友啦，睇咗我一條片，就係講化寶嗰一條，之後咧就 share 咗俾佢啦。咁俾佢睇完之後咧，佢一見到條片就，咦，點解個傻仔喺度嘅？可能佢唔知我做 YouTuber 啦，咁就諗起我啦。咁佢又打電話嚟問，佢咪打嚟，佢係 WhatsApp 我問我啦。喂，你而家係美國點啊？咁本來咧即係一句好普通嘅問候啊，但係傾下咧，佢又話原來佢自己都揾咗一間廟去化寶，仲講到咧自己有啲想移民啊，即係佢想移民嚟美國啊等等啦。其實嗰一刻咧，我聽完其實係有一啲空虛。歡迎大家收睇我頻道啊！咁講翻啦，因為我呢位朋友咧係我好多年前，即係好多年前上催眠班嗰陣時咧認識嘅。雖然咧我哋唔係成日都聯絡，但係咧我間中都會睇到佢 Facebook 啦，咁見到佢嘅近況啦，大概都知道佢嘅生活係點樣嘅。咁啊，坦白啲講啦，以我對佢嘅印象咧，佢係完全唔似會主動去化寶嘅人。所以咧喺我腦入面咧，第一個問題就係究竟發生咗啲咩事，會令一個本來唔太似會化寶嘅人，睇完一條片之後，真係走咗去揾間廟去化寶咧。咁啊，再諗深一層啦，其實呢個問題咧，可能唔止係佢一個人嘅，而係咧，而家香港究竟去到一個咩狀態，會令人覺得有啲問題已經唔知可以點解決，最後連化寶呢種方法都想試一試咧。嗱，其實熟我嘅人都知啦，我平時唔係好中意講太多我自己視覺入面見到嘅嘢嘅，始終咧有一啲嘢咧講得太白咧，係好容易越界啊，所以咧亦都唔敢講得太盡啦。又好似即係個老實講啊，人哋講一套，咁我講另外一套，就好似對人唔尊重咁。加上咧，我本身係拍啲師傅嘅 YouTuber，咁如果我講一啲根本就係同嗰班人講嘅嘢完全相反嘅一啲説法咧，係會好麻煩嘅。所以咧，好似我自己 WhatsApp 群組咁啦，我自己都獨立會有個子群組，淨係我自己修行嘅一啲狀態啊，又或者我認知嘅嘢啊，我只會咁喺嗰個群組度講咯，係費事啦。因為大家喺群組其實好多高人啦，係冇高人啦嚇，佢哋又攻打天庭，又點又玉皇大帝都可以俾佢殺埋嘅，咁即係佢哋本身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一套啦。咁啊，所以我都費事太多衝突，所以我都費事講。但係今次咧，我真係有一種好強烈嘅唏噓感，所以咧今日咧，我想講少少我自己以前經歷過嘅、見過嘅，甚至乎曾經相信過嘅事情。嗱，大概喺5至6年前左右啦，我估計差唔多啦。咁其實咧就認識咗屎忽鬼冇幾耐啦。嗱，屎忽鬼我費事再重新講一次啦，因為之前啲片已經講過啦，大家去睇翻我之前啲片啦嚇。咁咧嗰陣時咧嘅我咧，甚至乎可以話係迷信到係一個極限啊，即係真係極限嘅。一方面咧，我啱啱入咗呢個神功圈子啦，同埋我之前又係一段長時間喺身心靈界啦，所以對於好多法事啊、符咒啊、科儀啊、神明啊、仙人嘅嘢咧，都有一種好強烈嘅好奇同埋敬畏嘅。咁另一方面啦，嗰陣時咧我又未識得分清楚啦，咩係信仰，咩係習俗，咩係心理安慰，乜嘢係自己嘅恐懼投射出嚟嘅想像。咁我好記得嘅有一年6、7年前，我唔記得咗啦，就係一年7月節啦。7月節我成日覺得，哇！只要化多啲寶咧，就可以得到先人嘅保佑。我諗好多人都會有呢個諗法嘅，甚至嗰陣時嘅我咧，真係會有一套好幼稚、好迷信嘅諗法，好似只要燒得夠多金銀衣紙，拜得夠誠心，係啦，咁天上地下嘅神佛、祖先陰靈都一定會收到我嘅誠意嘅。咁講得難聽啲啊，嗰陣時我嘅心態咧，根本就係
根本唔係真正理解信仰，我唔理解啊嗰陣時，而係將成個宇宙想像成一套可以賄賂嘅系統，係咪？咁就好似人間有關係，係咪？你同嗰個人有關係，有輸送，有利益交換，咁其實可能陰界同天界都一樣嘅啫，係咪先？咁而家諗翻起咧，真係覺得自己當年咧又天真又驚又迷失，但係咧亦都正因為咧我係行過呢一條路，所以咧今日見到有人因為生活壓力啊、環境變化、前路不明啊，而走咗去求神拜佛啦、化寶燒衣啊，其實我唔會即刻笑佢迷信咯，係唔敢嘅，因為我明白到咧有陣時人去求神拜佛咧，唔一定係因為佢真係相信燒一紮金銀衣紙就可以改變命運，有陣時咧只係因為佢真係唔知仲可以點樣做。咁嗰陣時咧，每逢呢個農曆7月，唔係每逢係嗰一年嘅農曆7月初一去到30，哇！我幾乎日日啦，都唔係幾乎，我真係日日都去啊，連樓下個衣紙鋪都認得我，日日都去買金銀衣紙化寶，因為你知啦，因為到7月節咧，樓下咧就會擺咗個化寶爐噶嘛，咁你唔使攞去表度化，或者即係我又唔會喺屋企門口嗰啲走廊化，我唔會嘅，咁我所以就多數會去廟度化啦。以前，但係而家樓下個化寶爐喎，大佬係咪先？咁啊即刻日日都攞落去化啦。對當時迷信到巔峰狀態嘅我，簡直係一個福利嚟㗎。樓下多咗個化寶爐，咁嗰陣時咧，我真係好癲嘅，真係好癲嘅。我記得嗰陣時咧，7月14嗰晚，我凌晨3點幾，即係咁你知啦，我嘅工作一路都係夜顛倒㗎嘛。凌晨3點幾其實接近瞓但係未瞓啦，咁我一個人咧就拎住幾大袋金銀落去化寶啦。我記得嗰陣時個樓下個保安姐姐咧見到我咧，真係忍唔住問嘅，唔知我落咗去10日8日左右啦，啊唔係喎14日啦，我由初一開始化去到14嘅，佢真係忍唔住問我，喂，做咩咁勤力啊？你係咪見到污糟嘢㗎？咁我梗係冇答佢啦，唔通我同佢講唔係啊，我想發達啦，所以我落嚟課金俾啲陰間同埋天界睇下有冇啲優惠活動咯，咁咧。咁講出嚟咧，如果我真係講出嚟咧，個保安可能即刻幫我報警添，唔係幫我化寶，幫我報警，唔係幫我開門。嗱，嗰晚咧化寶化到一半啦，其實都有啲悶嘅，你知啦，日日咁樣化就係咁掉落去咁樣。咁嗱，你諗下凌晨3點，樓下一個人都冇，尤其是7月14夜晚邊有人會喺嗰度啫，得翻我同個爐火啦，即係個化寶爐啦，成個畫面咧係有啲詭異嘅。咁我就揾阿屎忽鬼啦，影咗張燒緊金銀嘅相俾佢啦，俾阿屎忽鬼睇啦。之後咧，佢就叫我放大張相睇下。咁我一放大，咁見到火焰嘅形狀就好似有好多好猙獰嘅樣喺入面咁。嗱，嗰一下咧，我係真係嚇一嚇嘅，少少嚇啦。嗰一刻咧，我係即刻心諗啦，哇，係咪真係有嘢嚟收寶咧？咪收嘢咧咁樣。之後咧，屎忽鬼同我講啦，化寶咧唔係完全冇意思，但係佢話咧呢個方法好短視，而且對佢哋嘅幫助未必真係好大。咁佢又叫我啦，喂，不如你念經啦。但係當時嘅我咧，梗係選擇最慳水慳力嗰條路啦，係咪先？課金可以解決嘅問題，我一定選擇課金。咁買幾紮金銀掉落去啫嘛，一把火燒完啦，個儀式完成，咁個心即刻舒服晒啦，成個心理係咪？但係如果要我晚晚坐低念經，專心持續修行，反省自己，哇！嗰陣時嘅我真係去到呢個境界嗰陣時，其實而家回想翻起都幾搞笑。點解今時今日我又可以做到咧？嗱，不過咧亦都係因為阿屎忽鬼嗰一句話啦，令到我之後咧開始有個好大嘅反思，亦都種咗一粒種子喺我心裏邊。所以點解我見到咁多神功師傅，佢哋個個聖人模式啟動，係咪？跟住之後咧係咁叫我入去門啊，或者聖啊，咁個個都想攬住我啦嗰陣時，大佬我拍到咁。但係點解我都完全冇理過佢哋咧？係因為呢粒種子其實慢慢有成長，因為大家諗下，如果照民間信仰去講嘅話，人死咗之後可能會去陰間，可能會受苦，可能會轉世，可能會投胎。咁我就諗啦，如果先人真係收到金銀，佢哋可以用到幾耐咧？嗱，假設佢已經投胎啦，咁啲金銀仲用唔用到嘅咧？係咪先？佢都變咗另外一個人啦，你仲會唔會化寶俾嗰個人咯？即係可能你而家住你隔樓嗰個人，可能係你前世嘅親戚，你嗰陣時有化寶俾佢，但係你而家唔會化翻寶俾佢啊嘛，人哋都未死。未死嘅就喺佢門口化寶啊，係咪先？唔可以噶嘛。好啦，咁如果佢將來再轉世，咁啲金銀係咪唔可以跟到下一世咧？係唔可以噶嘛。咁但係念經修功德、祝願回向，至少喺信仰邏輯入面係另一個層次嘅境界。嗱，金銀咧比較似係物質供應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功德咧
就比較似係一種可以幫助對方離苦、提升安穩嘅力量。嗱，當然啦，當時嘅我其實真係冇諗得咁深入嘅，講真。我只係好表面咁覺得，咦？如果化寶只係俾錢，咁念經會唔會其實真係真正長遠啲嘅幫助呢？咁我係有諗嘅，但係咧我又冇諗到咁深入嘅。嗱，其實由嗰一刻開始咧，我個奇幻旅程咧，慢慢由呢個迷信式操作，就轉向到咧，到底呢啲嘢嘅背後嘅意義係乜嘢？其實而家回想翻起咧，奇幻旅程好似好奇幻咁，大家覺得話你又飛到我又飛嗰度，遇到咁多事情。打坐又見到嘢，發夢都見到嘢，點解會係咁嘅咧？點解你會預知到一啲嘢事情，所以你會做咗咧？其實咧，所有嘢咧，唔可能大家都會以為，喂，因為你迷信到一個點，所以你會見到錯，唔係咁，係我不停思考，究竟每一件事背後嘅真正意義係啲乜嘢？我差唔多每一日，我到今時今日，我喺美國，我都會諗，究竟你要我做呢樣嘢，或者我而家做緊呢樣嘢，我背後嘅真正意義係啲乜嘢咧？我就係不停去反思，先至會踏入咗啲咁嘅，其實而家都有啲後悔，講真，唔好講呢啲。好啦，咁啊講翻當時先啦。當時咧，咁我真係整整1個月，晚晚都落樓化寶俾佢，而且我唔係淨係化俾佢一個人噶嘛，我係化俾陳家列祖列宗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好似集運咁寫住啦嚇，即係我真係喺嗰個大衣包度啦寫住啦，陳家列祖列宗咁啊，收件日自取咁啊，即係我真係寫咗陳家列祖列宗嘅。咁結果咧，係真係嗰陣時已經發生咗件幾得意嘅事情㗎啦。我又唔可以話神奇嘅得意咯，即係過咗冇幾耐啦。我大陸個阿叔咧就突然之間話，佢想將阿爺個墳搬翻入條村個大墳，因為我阿爺咧喺條村，唔喺條村度嘅。我阿爺個墳喺條村隔離，唔知一啲你當係荒山野嶺啦，一個墳咁樣嘅。咁佢突然之間就會有一個咁嘅諗法，就想搬翻入去。咁仲要唔係講下嘅喎，佢實牙實齒咁做嘅喎，最後係真係做到嘅喎。咁我嗰陣時心諗啦，唔係啊嘛，我連續1個月化寶俾陳家列祖列宗，件事真係唔通有反應？係下一個月就即刻有反應喎。更加神奇係嗱，條村個大墳後嚟真係肯接收翻我阿爺入村喎。因為你知啦，入村你要條村長肯先得㗎，嗰條咁嘅村長係咪先？咁就係咁，件事最後真係完成咗。但係咧，我一定要講清楚先嗱，我唔敢講件事一定係我化寶所以發生啊，因為我冇。老實講唔會有證據㗎嘛，我而家冇辦法 day back 翻睇翻嗰陣時㗎嘛，可能只係時間啱啱好又好乜到啦，可能我阿叔屎忽痕無啦啦有啲嘅諗法啦，又可能係家族之間嘅條件成熟咗啦，我真係唔知。嗱，我唔會因為一件巧合嘅事情就即刻話，哇！你睇下化寶100%有效。如果我咁樣講就變咗出面嗰啲神棍嘅啦，仲要低級版嘅神棍添。但係咧，嗰件事的確咧令我當時我係有啲震撼嘅，即係亦都令我更加明白點解人係會去迷信，因為有陣時咧，你做完一件事之後咧，現實又剛好出現一個對應嘅結果，你個腦咧真係好難唔將兩件事連埋一齊嘅。呢個就係人啦，就係人最容易跌入去迷信嘅一個地方。你話完全冇關係，我又唔夠膽講死。但係你話一定有關係，我更加唔敢講死。所以咧，我而家對呢啲事情嘅態度係可以保持開放，但唔好失去判斷。咁之後啦，大概隔咗2年左右啦，有一次我陪一個朋友去處理一件同靈體有關嘅事。嗰次咧，其實唔係隔咗好耐，好似隔咗即係化寶嘅1年後啦。嗰次咧要喺廟入邊化寶啦。咁當時咧我就唔小心甩手啦，就將啲香咧跌咗落去地下度。咁我彎低身就執啦。我覺得以前好似講過㗎。咁嗰一起身嗰下咧，我見到有好多白影，好似喺度搶緊嘢咁。咁呢一度咧，我要講清楚先啦。咁我細個咧見到鬼嘅，咁同修行之後感知到見到嘅嘢係兩個唔同形狀、唔同狀態㗎，係兩種唔同狀態㗎。即係細個見到嘅形態反而比較清晰，似係具體嘅外表。但係後嚟咧，因為修行打坐感知開咗之後咧，見到嘅嘢反而未必係好清晰嘅人影啦，更多時候係影啊、氣啊或者感覺或者信息，甚至係一啲好難用文字形容嘅存在感啦。嗱，而家嘅我咧就大概係一個狀態啦。而家嘅我啦，就係想睇咪睇多少少咯，唔想睇就千祈唔好望落去嚇，即係唔關你事嘅嘢就唔好望啦。OK， 即係唔好以為好型啊，大佬真係好煩嘅。咁即係好似你部電話咁，成日喺度彈通知出嚟。其實你好多嘢都唔想知嘅喎，但係你係咁彈通知，你好煩㗎嘛。好啦，咁講翻正題先。嗱，嗰次見到好多白影搶嘢啦，咁我就有一個好深嘅感覺啦。化寶係有用嘅，但係用處真係有限，而且你化寶俾佢，佢都要搶喎，係咪需要搶喎？咁即係點啊？即係分分鐘佢嘅狀態可能係窮過你嘅喎。咁如果一個俾你
更缺乏、更混亂、更需要資源存在。咁你幻想佢幫你去改運、幫你發達、幫你人生大翻身，呢個邏輯其實係咪有少少奇怪呢？我想問下，即係你現實世界都唔會揾一個已經破咗產嘅人去教你財務自由噶嘛，係嘛？咁點解去到陰陽即係陰間個世界啦嚇？我哋又突然之間會覺得燒幾份金銀，對方就會翻過嚟幫我哋去生活咧，係咪先？其實係唔可，即係我又唔可以話唔可能嘅，但係其實你邏輯上面係唔係啱㗎嘛？你明唔明啊？所以我而家睇化寶呢件事咧，其實我分得好清楚嘅。如果你係出於一份心意，想化寶俾過咗身嘅親人，想表示掛念，想令到自己心安，呢個我係可以理解嘅。甚至乎可能佢眉頭都喺陰間，你想俾少少金銀去洗下，我覺得係合理嘅，因為人係需要儀式。亦都需要去告別，人亦都需要一種方式去處理自己對先人嘅思念同埋愧疚。但係如果你以為淨係化幾份寶就可以改善到自己生活、改運、發達、移民、起飛、疾痛消失即係疾病消失、婚姻變好、事業起飛，好冇？咁其實我覺得你會唔會真係諗多咗呢？而且化寶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，唔係話買幾紮金銀點把火點着佢。掉落個爐度，搞掂做完。其實咧，傳統入面咧，化寶係有程序嘅。唔同法科、唔同師承、唔同地方習俗都有自己嘅做法。道教傳統有道教傳統嘅程序，民間佛教有民間佛教嘅做法。有啲會喺化寶嗰啲金銀上面寫花字啦，有啲要經過施工壇嘅過香火啦，有啲要寫清楚收件人啊、地址啊、名號啦，有啲咧甚至乎要剪少少自己嘅頭髮落去金銀度作為一種連結。嗱，你可以將佢想像成一個好古老嘅一個陰陽速遞系統啦。嗱，你要知道自己用緊邊間速遞公司，你要知道自己寄去邊一度，你知道收件人係邊個？你要知道張單係點樣填，你要知道點樣入倉、點樣點火、點樣過火，同埋點樣送出去。即係如果程序唔清楚，你無啦啦買幾份金銀去化咧，其實好多時候只係燒咗一堆紙咁簡單，最多係你自己心安理得咯。但係咪真係可以送到去你想送俾嗰個地方或者個先人咧？嗱，呢個真係好難講，講真。所以咧，我唔係叫大家唔好化寶，嗱，唔係嘅，我唔係叫大家完全唔好化寶，我更加唔係想笑人哋迷信，因為我自己以前就係最迷信嗰一個。我真係想講，化寶可以係一份心意，可以係一種習俗，可以係一個對先人嘅掛念，但係佢唔應該變成你面對人生困境嘅時候唯一解決嘅方法，更加唔應該變成一種幻想，即係我現實處理唔到嘅事，燒啲嘢落去就會有人幫我處理㗎啦。你發緊夢咩？如果人生真係咁簡單，係咪先？我當年日日化寶，應該一早就財務自由啦，仲使唔使喺度拍片講嘢啊？所以講到尾，化寶唔係問題嚟嘅，唔係一個問題。問題係你有冇將自己嘅恐懼、無力感、對未來嘅焦慮，全部寄託喺一把火入面。火燒得完個金銀，但係燒唔走你現實入面要面對嘅問題。你燒得走一刻嘅不安，但係燒唔出一條真正嘅出路。講翻我覺得唏噓嗰個位置啊！嗱，我呢位朋友係好靚，我覺得係靚女啦嚇，靚女朋友。佢話自己想舉家移民，原因唔係話一時衝動，亦唔係突然間覺得外國嘅月亮特別圓，而係佢覺得而家香港已經唔係單一事件出問題，而係有啲結構性嘅問題慢慢浮出嚟，咁令到個經濟唔好啦，揾食艱難啦，生活艱難啦，打工又唔穩定啦。星期六日咧，以前香港好熱鬧噶嘛，旺角尖沙咀逼到行唔喐噶嘛，但係而家咧就直情冇乜人嘅，即係你揸架車出去一定有位泊添，有位泊其實好神奇嘅。我以前禮拜六日揸車出去海旁嗰個樓上停車場已經好多位㗎啦，都係冇位泊嘅。而家佢哋話好多位，你上面話甩尾都仲得。即係點解咧？因為好多香港人啦，一到假期就北上去深圳啊、廣州啊、佛山飲食、按摩消費買嘢。即係你話係咪唔支持本地消費咧？其實一般嚟講，我係支持本地消費嘅。但係我支持本地消費咧，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我好懶。點懶法咧？講真啦，返大陸又要搭車，又要過關，又要轉車，就要逼火車，成件事對我嚟講係好麻煩啦。我呢個人咧最怕就係搞一大輪嘢咧，先食到一餐飯。加上我以前喺香港做嘢咧，好多時候咧個工作都比較急。即係你話我有冇假放咧？嚴格嚟講，其實我冇假放嘅。YouTuber 加設計師聽落去好似自由職業，好似好瀟灑。實際上係你任何時間都可以做嘢，即係任何時間都唔算係真正嘅放假。但係如果換轉翻係而家嘅我，假如我仲喺香港，我諗我可能都會翻大陸消費，因為現實始終就係現實，飲食
個價錢差好遠啊！講真，我喺香港一個人落去齋鋪啦，隨時真係100幾廿蚊落樓嘅。講真，一個人啫喎，食一餐普通嘅頹飯啦，都60-70蚊啦，係咪先？但係翻到大陸可能40蚊已經搞掂晒咯，仲要選擇好多選擇俾你選擇。所以你話香港經濟唔好，其實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啦。講真，呢部分咧我真係唔想講得太深入，因為一講咧就會變成另外一種嘅影片，所以費事啦。仲要講到大家可能啲血壓會高嗰啲發痰香火添喎，大佬真係唔好。但係咧，我想講嘅係咩咧？係當一個人開始覺得留喺原本生活嘅地方已經睇唔到出路，佢自然就會諗咁不如走啦。但係移民呢件事，我覺得其實真係唔可以用幻想去睇嘅，真係唔可以嘅。如果真係想移民，你一定要有一種跳出舒適圈嘅態度，因為移民咧本身就唔係單單換個地方住咁簡單。移民好多時候咧就係人生第二次生命。咩叫第二次生命啊？即係你第一段生命入邊擁有嘅好多嘢，未必可以完整帶去第二段生命。你以前嘅人脈用唔翻啦，你以前嘅工作模式用唔翻啦，你以前嘅身份、面子、地位、熟悉感嗰種方便嘅程度，去到另一個地方，全部都要重新開始。如果你將移民理解成我只係將香港嗰套生活搬去另一個地方繼續，咁其實咧，你就好容易會跌低嘅，而且跌低之後咧，仲好難企得翻起身添。因為現實係好多時候你去到外國，未必可以即刻做翻你喺香港做緊嘅嘢。唔係你冇能力，而係個環境唔同咗，文化唔同，語言唔同，制度唔同，人哋睇你嘅方式都唔同。喺香港你可能好熟路，好識揾機會，好識同人溝通，好識做生意。但去到另一個地方，你可能連點樣同銀行講嘢，點樣報稅，點樣去買保險，點樣去約醫生，甚至乎點樣處理你個小朋友嘅學校，都要重新再學過。仲有一種香港人好容易忽略嘅嘢就係交通。香港人咧好多香港人啊都係唔識揸車，甚至乎我考咗牌，但我10年都冇揸一次。但去到外國，尤其是美國。冇話美國啊，大佬你翻大陸其實都係㗎啦，即係揸車幾乎就係你嘅生存技能嚟嘅。即係講真啦，喺外國咧，阿婆都識飛車嘅，係咪？講真嘅，阿婆都識飛車。你喺香港可能覺得落樓啊，就會有巴士、地鐵、小巴、的士，行幾步就會有 7-Eleven，係咪？但去到美國咧，好多時候你食餐飯都可能要揸半個鐘頭車，甚至乎1個鐘頭車。買餸又要揸車，睇醫生又要揸車，小朋友翻學又要揸車，買支豉油你都要揸車。對香港人嚟講咧，呢件事其實係好痛苦嘅，因為香港人嘅概念咧，時間就係錢，但係外國嘅生活節奏就係你想慳錢就要花時間，你想方便就要俾更加多嘅錢，你想有空間就要接受有距離，你要有自由就要承擔孤獨。所以移民咧唔係一句外國生活好舒服就講得完嘅。同埋阿婆都識飛車，我唔係講假嘅，因為佢哋一成年就一定要考牌㗎啦嘛，考咗牌跟住就會有架車生日禮物，又或者自己要買架車，跟住就因為車就係你嘅腳，所以就算佢哋揸咗幾廿年車，仲唔識飛車咩？講真，好啦。即係講翻正題啦，即係移民真係唔係一句外國生活好舒服就講得完。調翻轉頭，如果一個人真係想擁有第二次生命，真係有決心改變自己成個生活模式，願意由頭學過，願意放低以前嘅自己，咁我又覺得移民係一件好事喎。人生流流長，唔一定一世都要困喺同一個地方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困喺同一個地方，永遠都係同一種身份，永遠都係同一個生活方式入面，其實都幾悶嘅。去感受下唔同嘅國家、唔同嘅文化、唔同嘅節奏、唔同嘅人生，其實係一件好珍貴嘅經歷。咁啊，其實講真好得意嘅。我覺得反而咧冇乜社會地位或者揾錢本身唔係多嘅人，佢哋好容易可以接受到第二次生命。但係嗰種人咧又過唔到移民嘅門檻。過到移民嘅門檻嘅人就係你有社會地位、有身份、有錢，但係你就算過到移民門檻，但係你又未必會捨得去攞第二次生命，因為你第一次生命已經擁有咗咁多嘢，你邊度捨得啊？其實係一個幾得意嘅反差嚟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移唔移民咧本身唔係重點嚟嘅，唔係話留喺香港就一定死，亦都唔係話移民去外國又一定會餓死，唔係嘅。你知而家啲新聞咧，好似喺度玩煽動咁噶嘛，即係講到移民一定死，有啲人講到唔移民唔得。咁其實好多嘢係中庸之道嚟嘅，即係你唔需要去諗到一定死唔關事嘅。即係我唔覺得會係咁咯，講真，即係路咧係人行出嚟嘅。有人留喺香港一樣可以生活得好好，因為移民外國一樣可以重新開始，亦有人留喺
留喺香港，條路咧就越嚟越窄，亦都有人移民咗去外國之後咧就越嚟越迷失。關鍵從來都唔係個地方本身，而係你用啲乜嘢心態去面對。如果你移民之前已經將個目標設定到好高，我一去到就要住大屋，我一去到咧就要收入同以前一樣，甚至乎高過以前，我一去到咧就要有翻以前嘅地位，我一去到咧就要即刻適應、即刻成功、即刻人生升級。咁好老實講啦，好容易辛苦到懷疑人生嘅，講真。因為移民最難嘅咧，唔係搭嗰10幾個鐘頭飛機，最難嘅係落機之後你要接受自己由零開始。嗱，講真啦，我嚟到美國咧，我甚至諗過嘅去做麥當勞，其實我都想，但係你估麥當勞真係咁易做咩？人哋對英文有一定嘅要求。講真，你仲要聽得明個客人講乜嘢，要求嘅應付一啲投訴啊、寄餐牌啊，要識收銀啊，同埋同事溝通。嗱，呢啲嘢都唔難。語言係好難，因為你嘛印度人講英文，英國人講英文，美國人講英文，歐洲人講英文，係咪？你每一個語氣啊、性啊、用詞 grammar 全部都唔同嘅。咁喺香港你可能覺得做 M 記好普通嘅啫，大佬係暑期工嚟噶嘛。但係去到外國，連做 M 記都變成一個挑戰。而我想講嘅重點係，我心態上咧其實唔介意做啲咩工嘅，只要係重新開始，咩都可以學。係咪咩都可以重新再學？唔好下下拎翻以前喺香港嘅自己嚟比較。我以前喺香港點，我以前做開啲咩職位，我以前識啲咩人，我以前幾方便，我以前揾幾多錢。但係問題係你而家唔係以前，你已經去咗另一個地方，開始另一段生活。第二次生命第一件事要學嘅就係捨棄，捨棄以前嗰種熟悉感，捨棄以前嗰種身份感，捨棄以前覺得理所當然嘅方便，甚至捨棄一部分嘅面子，因為你唔捨棄就裝唔落新嘅人生。就好似你個行李箱都逼爆咗啦，擺晒啲嘢去啦行李箱，你仲夾硬要塞多10幾件衫出嚟，結果就係拉鏈爆咗，條底褲都飛埋出嚟，人生即場社死，係咪？你唔可以咁嘅。所以咧，我成日覺得移民呢件事咧，唔係問去到外國會唔會更加好，而係要去問你準備好重新學做人未？如果你準備好，移民可以係重生；如果你未準備好，移民只係將你原本嘅焦慮搬去另一個國家繼續燃燒，就好似化寶咁，你可以燒走呢一刻嘅不安。但係真正要改變人生，始終唔係靠一把火，而靠你願唔願意去承認有啲嘢舊咗，真係要放低；有啲新嘅路，真係要自己重新再行出嚟。咁多位朋友，我會留喺美國一段時間，有冇加州嘅朋友或者三藩市嘅朋友咧，可以 email 我嘅，咁啊約下我，等我再了解更加多美國嘅事，好冇？多謝你哋頻道嘅觀眾朋友，小弟誠意邀請散落世界各地嘅你。如果你中意玄學或者法科，或者對各種靈異故事特別有興趣嘅話，我都好歡迎你哋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，一齊分享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埋感受，亦都可以俾我啦收集更加多靈異或者神棍嘅故事，等我可以分享上 YouTube 俾唔同嘅朋友知道啦。咁我哋個連結咧就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啦，等緊你哋啊！